尼拉是一位有够新娘，为了能让家人摆脱贫困，她甘愿嫁给了年长50多岁的美国丈夫。然而年龄的差距让这段感情充满挑战，仅仅4年后，尼拉就爱上了其他男人。殊不知这个决定给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与新伴侣交往不到1年，尼拉就在一次事故中不幸丧生。事发后，尼拉的伴侣表示这只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她的前夫和情人却说其中另有隐情。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该市位于南达科他州东南部，靠近爱荷华州的边界，人口大约19万人，隶属于明尼哈哈县，是该县的县治，也是南达科他州人口最多的城市。主人公尼拉出生于1983年1月17日，他是菲律宾人，成长在菲律宾北部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在年幼时期，尼拉饱受了生活的艰苦。作为家中较大的孩子，他一直承担着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因此尼拉从小就树立了以家庭为主的观念。成年后最大的愿望是嫁给外国人，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在当时的菲律宾以及许多欠发达地区，尼拉的这种想法其实并不罕见。也正因为存在大量这类需求，才催生出了一条完整的跨国婚姻产业链。简而言之，就是适婚女性通过跨国婚介公司介绍，嫁给来自发达国家的单身男性，以结婚的方式改善自己和原生家庭的生活。这种婚恋方式与传统的婚姻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男女双方并不熟悉，也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但只要能够谈成条件，就可以顺利结婚。因此，这种婚姻方式还有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称呼，叫做有够新娘。大约在2004年，尼拉通过婚介公司认识了来自美国的大卫。尽管大卫当时已经73岁，比尼拉的爷爷还要年长几岁，但他开出了难以拒绝的条件，答应每月支付尼拉父母300美元生活费，所以尼拉的父母很快同意了这门亲事。尼拉和大卫于2004年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登记结婚，1年后他们迎来了一个儿子。然而这段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仅仅过了4年，尼拉和大卫就因为感情问题合法分居。虽然他们不再共同生活，但在法律上还属于夫妻关系。大约在同一年，尼拉又与一名叫罗素的男子成为了男女朋友。罗素虽然比大卫年轻很多，但也比尼拉大了30岁。他曾担任过苏福尔斯市警察局局长，在此之前经历过3次婚姻。尼拉之所以会选择与罗素交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素愿意代替大卫继续为他在菲律宾的家人提供经济支持。正因如此，两人的关系发展得非常迅速，在一起交往了1个多月后，他们就举办了订婚仪式。不过由于尼拉和大卫还没有走完离婚流程，在此之前他们暂时无法结婚。然而命运多变，尼拉还没有等到婚礼的到来，就在一次事故中不幸失去了生命。2009年10月24日下午1点30分，当地911服务中心接到了罗素的来电，称尼拉意外中枪，需要接线员立即协调医院做好抢救准备。911, where's emergency? Yes, my friend just accidentally got shot, and I'm on the way to the Gregor Hospital. Call him right away. Okay, About 5 miles out. 5 miles out. She breathing and conscious? No, She's not breathing? no, What? it's emergency. Okay, I'll let the hospital know that you're coming, okay? All right. 通话结束后不久，罗素很快将尼拉送到医院，但不幸的是，尼拉由于伤势过重，失去了抢救机会，医生当场宣布尼拉已经死亡。与此同时，接到消息的警方很快来到医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询问了当事人罗素。根据罗素的说法，早些时候他和尼拉去了附近的农田狩猎野鸡，由于尼拉没有狩猎经验，也不懂如何使用枪支，所以他没有参与，一直坐在汽车的副驾驶位置。一开始狩猎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罗素很快就收获了2只野鸡，但在打完第3只野鸡即将开车离开时，发生了意外状况。起因是尼拉在罗素准备把霰弹枪放进汽车时，顺手抓住了霰弹枪枪管。尼拉可能想帮忙把枪放在合适的位置，于是稍微往自己的怀里拉了一下，
这个动作导致霰弹枪发生走火，子弹射进了尼拉的胸膛。罗素将这起枪击事件描述为意外事故，并坚持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挽救尼拉的生命。起初警方并未怀疑这种说法，主要原因在于罗素曾是一位执法人员，而且还曾担任过警察局局长，这一身份增加了他所说内容的可信程度。此外，当时正值狩猎季节，枪支意外走火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综上所述，警方主观判断罗素没有撒谎。不过判断总归是判断，该有的办案程序必不可少，他们还是展开了进一步调查。警方在事发现场找到了几枚打猎时遗留的霰弹枪弹壳，还发现了罗素汽车留下的轮胎痕迹，这表明罗素确实在此地进行过狩猎活动。另外，罗素的皮卡车后面还有3只野鸡，其中有2只已经失去体温，而剩余的1只仍然保持着温度，这也证明了罗素的说法。枪击发生在打完第3只野鸡之后，罗素也确实第一时间把尼拉送到了医院。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罗素所述完全属实，没有任何问题。但接下来的检测结果让警方转变了看法。事发3天后，警方得到了相应的检测报告，其中尸检表明尼拉已经怀有数周身孕，她在枪击发生时没有反抗，左侧胸口有一处不大的枪伤，从伤口的大小判断，射击距离很近，与罗素的描述完全一致。不过法医无法通过尸检确定枪击是有意还是无意，所以这份尸检报告只能证明尼拉的死因，无法说明其他问题。另外，最让警方感到怀疑的是，霰弹枪枪管上没有发现尼拉的指纹。按照罗素先前的说法，尼拉是在抓住枪管后才发生枪支走火，没有指纹表明霰弹枪可能进行过清理，或者尼拉根本没有抓过枪管。基于这些问题，警方再次询问了罗素。这次谈话中，罗素表现得异常谨慎，对不利于自己的问题一概没有回答。他表示不清楚为什么枪管上没有尼拉的指纹，也不知道尼拉怀孕的事情。然而百密一疏，罗素无意间透露他在几年前做了永久性结扎手术，这表明尼拉腹中的孩子不可能属于罗素。警方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犯罪动机，于是跟进了这一线索。通过询问尼拉的前夫大卫，警方得知尼拉在与罗素交往期间还与一名叫内森的男子保持着男女关系。大卫之所以会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尼拉在婚姻存续期间有过出轨行为。为了在将来离婚诉讼中获得有利条件，大卫聘请私家侦探跟踪了尼拉。得知这一情况后，警方立即询问了尼拉的男朋友内森。内森对尼拉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此前他并不知道尼拉还有一个未婚夫。根据内森的说法，他和尼拉在当地一家酒吧相识，2人已经交往了1个多月，尼拉确实怀上了他的孩子。大约在案发前2天，他们曾见面讨论过孩子去留的问题。然而自从这次分开后，尼拉就突然中断了所有联系。内森尝试了各种办法，但都没有得到尼拉的回复。大约在案发2周后，内森突然收到了尼拉的短信，大致的内容是尼拉想让内森回忆一下他们在一起发生的亲密事情。内森不想在短信里讨论这些私密的问题，于是就给尼拉打了电话。然而尼拉并没有接听，挂断电话后不久，尼拉发来了最后一条信息，表示要与内森结束关系，以后他们将不再联系。一开始内森以为尼拉可能改变了主意，想与前夫大卫重归于好，但现在从时间来看，当时发送信息的人肯定不是尼拉，更有可能是尼拉的未婚夫罗素。内森的说法证实了警方的推测，于是他们第3次询问了罗素。That day you didn't know she was pregnant? No, I did not. She made the comment that she was late. Meaning, hey, I could be pregnant. Yeah. She did not know I had a vasectomy. You couldn't have been the father. Correct. 罗素第一次间接承认他在事发当天知道尼拉可能怀孕了，并且明确表示他不会是孩子的父亲。这一点可以证明罗素具有作案动机。于是警方继续追问了关于内森收到尼拉短信的事情。Had you ever checked her phone to kind of feel out what she was doing before her death? No. We have text messages from Leonella's phone to him after she died, which I assume came from you. Yes. Because I was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it was.
根据罗素的说法，他在案发前没有查看过尼拉的手机，也不知道尼拉有外遇，但在案发后，尼拉的手机一直在不停地收到消息，那时他才通过查看信息得知了尼拉出轨的事情。至于回复信息的原因很简单，只是想弄清楚对方的身份，没有其他目的。罗素的说法可以说滴水不漏，既合理解释了他为什么要用尼拉的手机回复信息，又明确了查看尼拉手机的时间是在案发之后。由于警方没有找到罗素的破绽，所以这次谈话并没有实质性的收获，他们还需要继续调查。大约过了1个月后，警方终于得到了一个关键线索。尼拉的前夫大卫报告称，他通过个人调查发现尼拉在案发前不久投保了2份巨额保险，但蹊跷的是，保险受益人并非大卫和他的儿子，这让大卫难以接受，因此对保险受益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说到这里，不得不夸赞一下大卫，年纪大，心思确实缜密，手段也非常丰富。一般保险的投保信息常人很难获得，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得知了这件事情，但就是这个意外发现让大卫收获了一笔不菲的财富，并且也对日后破案提供了很大帮助。事后警方第一时间调取了尼拉的保险信息，结果发现这2份保险居然高达近100万美元，而唯一的受益人正是他们一直在调查的罗素。虽然这并不是直接证据，但却让警方多了一份怀疑的理由。于是他们第4次询问了罗素。然而罗素不愧是当过局长的人，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强大。在警方突然到场的情况下，罗素丝毫没有慌张，很快就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根据罗素的说法，尼拉因为驾驶技术很糟糕，所以才购买了2份大额保险，目的是为了一旦发生危险，不会影响尼拉在菲律宾家人的经济状况。至于保险受益人的问题，罗素则解释说，这完全是尼拉的主意，他只是在帮助尼拉申请赔偿款，没有经济动机。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罗素提供了尼拉妹妹梅丽莎的联系方式，表示他已经把保险的事情告诉了尼拉的家人，只要赔偿款到位，他就会把这些钱交给尼拉的父母。警方核实了这一说法，联系了尼拉在菲律宾的妹妹梅丽莎，得到的答复是罗素确实承诺过会给他们保险赔偿，而且他们最近也一直在配合罗素处理这件事情。尽管有了尼拉家属的作证，但警方还是认为这种超大额的保险一般人很少投保，也不相信罗素真的会把保险赔偿款交给尼拉的家人。不过由于目前掌握的证据还不充分，警方也暂时没有办法，只能等待合适的时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警方密切关注了保险赔偿款的动向，因为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这将是能否破案的关键所在。然而在这期间，大卫和罗素因为保险赔偿问题发生了司法纠纷，这导致保险赔偿款的发放进度受到影响。这场官司历时2年时间，最终在2011年10月17日达成和解。根据和解协议，大卫和他的儿子获得了大部分赔偿，共计60万美元，剩余的30万美元归罗素所有。2013年，罗素获得赔偿款的2年后，警方前往了他的住所了解情况。然而这次突然到访并没有见到罗素，开门的是一位长相与尼拉十分相似的女性。经过交谈得知，这位女性是罗素的现任妻子梅丽莎，同时她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尼拉的亲妹妹。警方有些不太相信眼前的情况，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梅丽莎为什么要嫁给一个他们一直在调查的嫌犯。不过由于当时警方没有事先准备，所以他们很快结束了这次拜访。大约过了4周后，警方再次前往了罗素的住所，这次很顺利，罗素不仅在家，而且也愿意接受询问。I heard you got married. Yeah, I'm married. Well, congratulations. And you're married to Lanila's sister. her sister, Melissa. All right. So how was it you fell in love with your fiance's sister? Well, I got in contact with them right when this happened. And so then I went over there a year ago, and I asked her if she would come to the States. 警方首先与罗素寒暄了几句，顺便了解了一下他与梅丽莎的恋爱经历。不过两人的恋情与本案没有太大关系，所以警方直接进入正题，询问了罗素是否在案发前看过尼拉的手机。
It wasn't Leonila's phone. It was your cell phone that you gave to her to use. And you see the phone bills, and you become suspicious that she's stepping out on you. I did not know that she was messing around. I'll swear to you on that. I knew she was going out, supposedly with some of her friends, and going dancing at Bucks. Okay, well, how did you figure that out? Well, I did look at her phone record. 根据罗素最新的说法，他在案发前几周发现尼拉经常给同一个号码发信息，这让他怀疑尼拉可能有了外遇。为了验证这一点，他确实查看过尼拉的手机。不过罗素强调，他没有找到出轨的证据，所以很快打消了疑虑。此外，罗素还提到，他在案发前2天得知了尼拉月经推迟的消息，但当时并不知道尼拉已经怀孕。反正不管怎样，罗素一直在找各种借口解释自己的行为。不过这些言论还是让警方找到了破绽。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罗素的说法与几年前出现了不一致。于是谈话结束后，警方又找到了罗素的现任妻子，也就是尼拉的妹妹梅丽莎。他们想了解罗素是否按约定把保险赔偿款交给了尼拉的父母。然而梅丽莎的回答让警方非常意外。原来罗素除了每月支付300美元生活费外，没有给过尼拉家人1分钱的赔偿。罗素以输掉官司作为借口，把32万美元的赔偿款全部私吞了。得知真相的梅丽莎对罗素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她主动要求愿意成为证人指控罗素。2015年9月8日，尼拉被害6年后，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罗素。不出所料，罗素没有承认罪行，但警方认为罗素的作案动机主要是为了金钱和嫉妒。根据后续的调查显示，罗素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负债累累，所以他给尼拉购买保险的目的并不单纯。因为这类大额保险的保费很高，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然而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罗素给尼拉购买保险的时间是在2人交往的几个月后。考虑到这一点，罗素很可能在刚认识尼拉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骗保的打算。他之所以会选择尼拉作为密谋对象，可能是考虑到尼拉的家人都在国外，这样后续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罗素可能早就做好了杀死尼拉的打算，只是后来尼拉有了外遇，让罗素提前了作案计划。因为如果尼拉离他而去，之前购买的保险可能会替换成其他受益人，所以罗素在金钱和嫉妒的作用下精心策划了这场阴谋。2016年9月，本案开庭审理，由于检方没有直接证据，只有罗素前后不一的审问录音，还有保险赔偿款等相关旁证，因此庭审花费了较长时间。大概10天后，陪审团做出了有罪的裁决，罗素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